许言，我好像要生了，你开车送我去医院吧。你要去医院就打120，找我做什么？我快生了，你开车送我去医院吧，我好疼。上辈子我就是被这副模样骗了。打不到车了，来不及了。许言，只有你有车，求求你。我当时心软了，母胎单身26年，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家属在吗？孩子脐带绕脖，胎死腹中。是你，都是你开车快，把我害死了！对不起，我什么都不懂，对不起。在哪了？光着走的！许言，这件事对公司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董事会决定你被解雇了。你害死了我儿子，我老婆现在身心受到重创，你得去伺候她月子，否则你别想好过。许言，你陪我儿子，你陪我儿子。爸看到网上的事儿，气得偏瘫了。以后亲戚朋友全跟你们断绝关系，别联系了。周小月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跟上辈子一模一样。你要生了就打120，找我做什么？许言，你怎么说话呢？人家都快生了。就是啊，你好歹有车啊，打120等半天。许言，你开车送我不是更快吗？我真的撑不住了。车，我已经卖了。你刚提的车46万，你跟我说卖了，怎么可能？许言，你这就没意思了啊！不想送就不想送，编这种谎话骗谁呢？上周刚提的车才几天就卖了，谁信啊？人家那可是新车，46万呢，他不想送那就不送喽。许言，你要是不想送，我真的不强求你，可你也不能拿卖车来骗人啊！我肚子真的好疼，我只是想让你帮帮我。许言，你看看，人都快疼晕了，你还在这编故事。就是，开个车送一下能怎样？非要见死不救。有些人啊，开好车的时候挺威风，真到用的时候就装穷，卖车，谁信呢？我的车我想卖就卖，我没车，你们别找我。快打120吧！对，打120。肚子好疼！他在恨我不送他。上辈子我乖乖伺候了他1个月，也恶补了很多婴儿知识。这件事跟坐不坐车、颠不颠簸没有半点关系。周小月，这次别讹错人了。谢谢张姐，谢谢小赵，谢谢刘哥，谢谢大家刚才帮我打120，要不是你们，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等下就进产房。真的谢谢大家，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还是想说，有些人做人不能太冷血，有些人就是这样，开新车的时候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真到用的时候就装死。就是亏得小周平时还总帮他带早餐，白眼狼。什么情况？听说许言见死不救，人家孕妇都快生了，他连车都不借。不是不借，是说车卖了。刚提的车46万，他说卖了，谁信啊？王总，我辞职。你刚拿完季度销冠，奖金还没发呢。你知道季度奖金多少吗？8万多。你现在走，1分钱拿不到。就因为群里那些话，他们爱说让他们说去，你又不少块肉。
不是因为这个。你想好了，这个字签下去，奖金就没了。你上个月业绩全公司第一，提成加奖金小20万，就这么不要了？不用了，我身体不好。许岩，你是我带过最好的销售，如果哪天想回来，随时找我。心虚了吧？上一世我好心送周小月，他们却一口笃定是我的错，我愧疚崩溃了好久，直到意外看到他发给刘强的短信。他们夫妻俩从一开始就打好了算盘，等着找人背这个锅。喂，姐，怎么了？周小月今天因为腹痛刚送到你们医院妇产科，我这边可能牵扯到纠纷，想跟你打个招呼。姐，这我不好随便插手吧？你正常按诊疗流程走就行。后续如果需要走正规司法途径核实，麻烦你帮我把所有正规诊疗记录、检查报告都按规定留存归档好。行，我懂了，你放心，我肯定按规矩来，该留资料都会整理好，麻烦你了。你们说周姐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不管男孩女孩，平安就行。肯定是男孩，你看他肚子尖成那样。周姐平时人缘那么好，老天爷肯定保佑她的。话说回来，许岩今天没送周姐，是不是该表示表示，买点东西补偿一下，不过分吧？就是，人家孕妇都快生了，她见死不救，回头不得买点燕窝喝胶去看看？你们谁艾特他一下，让他出来说句话。这些人上辈子也是这样。张姐带头起哄让我赔钱，刘哥撺掇刘强去法院告我。现在倒好，孩子还没生呢，就开始替我安排怎么赎罪了。姐，情况不太好，出了意外，医生说跟他不听医学建议有很大关系，是他自己坚持要按自己的方案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看看，这就是肇事司机的态度。上辈子他拍了视频到处散播，引来好多人骂我。这辈子我只想看看，没有我，他们怎么演下去？公司总得给个说法吧？你别闹了，责任不在公司，是许岩不肯送你老婆去医院。那个许岩在哪儿？让他出来说清楚。他早就辞职走了，跟我们没关系。对对对，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人要是真走了，这不就是逃避责任吗？各位稍安勿躁，我想问，你们让一个没车的人送孕妇，打算怎么送？哎，他就是许岩，就是他不肯送孕妇去医院。这口门令怎么这么能写啊？就是你害得我家出了事儿。我老婆求了你那么久，你都不肯松口。我们好好的人来上班，怎么就出了事儿啊？你说我见死不救，那我先问你，我的车呢？你少给我转移话题！全公司谁不知道你上周刚提了46万的车？是吗？看清楚，我的车昨天上午就已经合法交易过户了。还真是昨天卖的，这合同看着不像假的。你少拿假合同骗人！刚买的车怎么可能说卖就卖？合同具备法律效力，你不信可以去查。事实就是，事发当天我没有车，没有车，你们让我怎么送？用2条腿跑着送吗？说的也是啊，没车这怎么送啊？张姐，你刚才喊的最大声，那我问你，你今天开车来了吗？你那辆车不就停在公司楼下吗？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没反应过来，骂我冷血的时候，你脑子转的不是挺快的吗？小赵，你不是天天开车来上班吗？昨天你的车停在哪儿了？刘哥别急着走啊，你那辆新车昨天不也停在楼下吗？大家都听听，我的这些好同事，人人都有车，人人都在现场，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只会把责任全推给我，现在他们又凭什么指责我？合着自己有车不送，让没车的背锅，也太缺德了。
昨天是急救中心接走的人，救护车10分钟就到了。你觉得我的车能比救护车更快更安全？救护车上有随车医生，有急救设备，能一路监护产妇。我的车有什么？有真皮座椅和全景天窗吗？救护车上的专业医生都没保住你的孩子，你凭什么觉得坐我的车就能保住？你到底是来要公道的，还是来找冤大头讹钱的？你强词夺理，走，动手了。刘强，这只是个开始，上辈子你们加注在我身上的绝望，我要你们千百倍的还回来。许愿，等一下，你早料到会有今天，才执意辞职的。只要出了事，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我不想再当那个冤大头了。完了完了，刚才大门口的视频被人发上网了，网友全在议论这件事，骂我们是职场恶魔。这帮网友反应也太偏激了。许岩自己没有车辆，这责任怎么就硬生生扣在我们头上了？许岩太精明了，他一心想要脱身，竟然当众把我们所有人都拖下水。不行，绝对不能他这么顺利脱身。林医生，去档案室啊。有份高危病例需要调档复核，你先忙。这份病例的情况不对劲，周小月的档案是吧？我帮你找。37周高危妊娠，产检记录。小刘，3床周小月的档案抽出来了吗？主任要马上复核这份高危病例。护士长，林医生刚拿了调院申请，正在看呢。护士长，我正好在复核这份病例，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特殊，先按流程收好，等下主任会诊的时候一起拿过去。这种情况必须做好完整的医疗记录，规避风险。好的，我整理完就送过去。姐，你委托律师走法院调查令调的全套病例我看过了，帮你把医学关键点都标注好了，实际情况比你预想的还要不乐观。他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冒险，赌出事儿之后能拿到一笔高额赔偿。还有更让人难受的，他上次急诊送过来的时候手机没锁屏，当班护士按流程联系家属是核实既往病史，无意间看到相关聊天记录，按规定附在了接诊记录里。好一个就没有赔偿了。真是没想到，许岩居然早就把车过户了。今天去公司门口堵他，反而被他倒打一耙。现在网上全在骂我们碰瓷儿。你慌什么？许岩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婆，你的意思是咱们换个目标？我在他们公司干了7年，是在工位上发酵出的事，公司必须承担责任。许岩只是个开胃小菜，公司那帮高层最怕事情闹大影响股价，到时候只会想着花钱息事宁人。明天你带上家里亲戚去公司楼下沟通赔偿事宜。这次别提许岩，就向公司主张200万赔偿，少1分都不行。各位路过的朋友，麻烦停一下，我想和大家说说我们的难处。我老婆周小月把青春都奉献给这里，整整上了7年班啊！她在工位上突发身体不适，迟迟没人协助送医，最后孩子没能保住。老天爷啊，我的没出世的小外孙啊，就这么没了呀！我们是来合理反映诉求的，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让我们讨个说法吗？请大家保持秩序，不要堵塞办公通道，影响正常办公。再影响正常秩序，我们就要报警，请警方来协调了。你报啊！我们是合理维权，正好请警察同志来评评理。今天公司要是拿不出合理的赔偿方案，我们就一直在这儿等候答复，直到有人出面协商。200万，他怎么不去抢？真把公司当成随便敲诈的提款机了吗？法务呢？现在到底怎么处理？王总，这事警察那边也只能调解，硬来怕事态闹大，软了又怕赔偿金额压不住，现在确实两头难办。只要没有肢体冲突，只能先做调解工作。上面高层怎么说？就任由这群人在大门口聚集？大老板刚发话了，态度非常强硬，原则是不合理诉求1分钱都不能赔，但必须立刻平息影响，绝不能影响公司明天的业务。
大老板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群人堵在门口主张赔偿，连警察都只能先调解，我怎么能立刻平息？你们听说了吗？上面高层震怒了，要彻查当天的事儿。听说为了平息影响，说不定要调几个人出去承担责任。那怎么办？那天周小月躺在地上喊疼，我们可全都在场啊！我不想丢工作。慌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你们想想，这场祸事的罪魁祸首是谁？是许岩。可他昨天已经提交了辞职信，早就走了。刘强找不到他才来闹公司的。离职了也能把责任往他身上推，反正他人不在，我们怎么说都方便。等下警察来调解，我们就统一口径，就说是许岩故意在群里言语刺激周小月，说他孩子出事儿是自身原因。只要把刘航的注意力全往许岩身上引，公司不就解围了？对呀，反正他平时就爱装清高，把锅全甩给许岩，我们就安全了。李先生，贵夫人的孩子是在医院确诊逝世，从法律上来讲，这跟公司没有任何直接因果关系。您张口就要200万，这完全没有依据，属于不合理诉求。一派胡言！我老婆可是在你们工位上发作的，没人帮忙送医，你们这就是冷漠不作为。200万的赔偿，少一分我都不会接受。坐下，调解室里有事说话，谁让你拍桌子的？注意自己的言行。导致你孩子出事的根本不是公司，是许岩，是他那个冷血动物见死不救。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司群里说难听的话，刺激周小月，说他孩子出事是自己造成的。这些话我们全听见了。许岩，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说啊，怎么停了？继续说，我倒要听听我还说了些什么话。你终于敢出现了，这事儿我跟你没完！干什么？当着警察的面还想动手？是不是想跟我回派出所接受处理？给我老实点！警察同志，你刚才全听见了，他们公司的人都作证了，就是他言语刺激我家人导致出事儿，你快给我评评理！许岩，你少在这装模作样，大家都看着呢。你在公司群里发的那些话，我们大家伙可是早就截了图保留证据了。你今天休想抵赖，就是你敢做不敢当吗？截图，好啊，拿出来给我看看。今天当着警察的面，把你们的截图放大，让大家都看看。手机拿出来，当着警察同志和刘先生的面，把你的截图放大，指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是用哪个字、哪个词说过那些话的？我手机刚才正好没电关机了，那个截图在我的办公电脑里。对，我们的手机都刚好没电了。你们没电了，真是不巧。我的电量很足，不仅能截图，还能录音。你要找就找许岩，是他在群里说周小月说他孩子出事是自己造成的，这些话我们全听见了。就是许岩在群里说了，我们全看见了。从我今天进公司大门那一刻起，录音就一直开着。你们在公司群里发的每一条消息，我也早就全都截图备份，所有备份都发给了我的律师。你们拿不出证据是吧？因为我压根就没说过，全都是你们为了甩锅编造的谎言，当着警察的面做伪证，构陷他人，企图煽动家属情绪。你们知道在法律上算什么性质吗？处理完不实的指控，现在该轮到你了。你少在这转移视线，就算你没说那些话，你见死不救也是事实。我告诉你们，今天公司要是不拿出200万，这事儿绝对没完。200万，好啊，既然你要公道，我今天就彻底跟你说清楚。你自己看，医嘱下面签的这3个字是什么？这能说明什么？你少拿这个来糊弄我吧。刘强，你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凭什么拿假照片污蔑我女儿？快给我删掉！强，你以为摔了这部手机就能掩盖真相呢？哼，这些医院的盖章证明，我早就已经备份了无数份。要不要我把这些记录现在就全发到网上去？还要跑到这里来向同事、向公司索要不合理赔偿的？别说了，
别说了，走，赶紧走！妈，快走，我们先回去。同志，你们别听他的，我女儿真不是故意的，她哪懂这些医学知识啊？她真的不知道情况那么严重啊！总算是结束了，再闹下去，公司损失就大了。徐小姐，您真是太厉害了，这些证据直接就把事情说清楚了。多亏了您及时出手，公司这次的公关危机和索赔风波总算是彻底解除了。许岩，今天这事儿真的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拿着证据出现，公司这次肯定要损失惨重。王总大可不必谢我，我今天站在这里，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帮公司解围，我只是来澄清我自己的清白，顺便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而已。许岩，等一下，你回来上班吧。你昨天的辞职信我还压在抽屉里，只要你肯留下，你的底薪和提成我做主，直接翻倍。不用了，遇到事情只知道拿员工当挡箭牌，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失望。是我之前太糊涂了，弄丢了这么靠谱的员工。今天调解室沟通是什么情况？王姐他们怎么不说话了？许岩真的放录音打脸了？平日里总要在群内随意议论他人，如今证词存在偏差，自知理亏才选择回避，现在退缩也无法抹去之前的说辞，这仅仅只是开端。周小月，好好享受你最后这点风光吧，你的报应马上就到。大家好，我是不久前没能保住腹中孩子的当事人。我看到网络上存在不少争议评论，大家都说我刻意索要补偿，我只是想为没能降生的孩子争取一个合理沟通结果。我完整孕育孩子9个月，满心期盼孩子平安降生，没有哪位母亲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可我只是初次怀孕，并不了解专业产科医疗知识，无法预测当时身体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这表演不去当演员都可惜了呢。我老公去公司沟通诉求，也是因为失去孩子太过悲痛，一时失去分寸才会冲动行事。可是那个许岩，我当初甚至跪在地上恳求过他帮忙，他但凡心软一点，愿意借我车辆10分钟，我的孩子也不会出现意外。演得真好，情绪极其饱满，人设完美无缺，尽情站在舆论顶峰吧。你现在爬得越高，等真相再光摔下来，下场只会更难看。整理好的全部客观证据可以公开发布了。表姐，所有诊疗记录、沟通记录我已经全部整理完毕，依规提交官方核查，让平台和大众看到整件事的完整真相。我十分想念没能降生的孩子，他还没有机会看一看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换回孩子平安降生，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感谢各位网友的关心与善意鼓励，大家理性看待整件事就好。真相完全反过来了。小月，出事儿了，先暂停直播，还有我们之前沟通的聊天记录全部公开了。你说什么？什么聊天记录被公开了？事情不是大家看到的这样，希望大家听我解释清楚。官方通报里的沟通内容是不实解读，是许岩提交材料误导院方发布。没有不够丢人吗？还在那播什么播？证据都糊在脸上了，谁还会信你？看完官方通报才理清全过程，真的太委屈许岩了。还好证据都交给医院和官方，官方还原真相，不能白白受委屈。前世那些无端指责全都压在我身上，如今我们把证据交给相关部门，由医院公正发布通报，他们要为自己的贪婪谎言付出代价。走快一点，别在通道停留，避免被路人围堵。能否说明多次拒绝手术的真实原因？请不要拍摄，麻烦大家给我们一点空间。别拍我，这事跟我没关系，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马上就跟他离婚。别拍我！刘强、周小月，我们收到多起群众实名举报，请配合前往派出所接受调查。欢迎光临，美女，您看看喜欢哪款？哎，等等，您怎么又来了？您上周刚提车，第2天就把新车10万块贱卖了呀？是我，今天再买一台一样的，全款。还买同款，配置和颜色都一模一样。姐，这一周来回折腾，里外里亏30多万啊！您图什么呀？图个开心，图个新生，去刷卡吧。对他来说，这只是一台来回折腾白亏30万的代步车，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彻底斩断过去从困境里走出来的分界线。上辈子这辆车让我陷入无尽磨难，但这辈子它会载着我一路驶向光明。许小姐，欢迎加入我们，请过目。你的底薪翻倍，提成点数也高出2个点。条件这么优厚，
已经远超行业标准了吧？实不相瞒，我们和你的老东家一直存在行业竞争，您是长期稳居榜首的销售骨干，我们早就想邀请你加入。这次开出高薪，主要是公司负责人看完了调解现场的视频。我在调解室怼人的视频，没错，负责人看完十分认可你当面揭穿众人合伙伪造证据、诬陷他人的处事方式。负责人说，思路清晰，坚守底线，懂得合法为自身权益的员工，正是我们团队急需的核心骨干。替我谢谢负责人的认可，合作愉快。许经理好。你好。真好，一切终于回到正轨了。之前我也通过劳动仲裁固定好了全部虚假证据。那家风气糟糕的原公司，长期包庇恶意伪造证据的员工，遭到大量客户实名投诉，不少大客户选择终止合作，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经营难以为继。至于当初合伙捏造证据陷害我的几名同事，企业为平息各方投诉，依规解除劳绩关系，没有支付额外补偿。做错事就要承担对应的后果，一切都有公平的结果。警察同志，我实在委屈，我从来没想过去企业聚众闹事儿，整件事都是周小月怂恿我的。他一直羡慕别人家境优厚，一心想要索要高额款项，带我上门索要200万，我全程只是跟着他到场而已。他在说我，所有主意根本不是我提出来的，全部都是刘强逼迫我，我全程都是被动听从他的安排。到现在还在刻意隐瞒事实。仔细看清楚这些银行交易流水记录。3年前，周小月在前一家公司任职，最后逼迫对方企业支付30万私下和解，这笔入账你要怎么解释？不必再伪装委屈博取同情，你们2人并非首次实施此类敲诈勒索，这套作案手段你们早已熟练。3年前你们靠闹事索赔成功，这次竟以为索要巨额赔偿是吗？许言，你把门打开，你下来啊！我有急事想和你沟通。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深夜拦停车辆，你有什么事？许言，我求求你，你去跟警察说明愿意谅解我，去作证，就说整件事只是误会，好不好？求你帮帮我。刘强打算和我解除婚姻，将相关责任全部归到我身上，暂时没有落脚的地方，网络上也全是指责我的言论，我已经走投无路。眼前这副卑微哀求的模样和当初找我求助时一模一样，从前是刻意伪装，如今是真的陷入困境。我真的彻底知道错了。许言，你从小就那么善良，你就发发慈悲，原谅我这一次吧。周小月，别磕了，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只要我清楚，我全部如实回答，只求你愿意原谅我。你为他取过什么名字？怎么，回答不上来了？你完整孕育他9个月，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好属于他的名字是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一直没有来得及敲定合适的名字。不要再找借口搪塞我。你今夜特意拦车求我谅解，并不是心中生出愧疚，你只是发现自己玩脱了。你身败名裂了，所以想让我来帮你收拾烂摊子。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救救我啊！你好，110指挥中心，我现在需要报警，有人深夜在小区门前拦截我的车辆，持续纠缠，对我的人身安全造成困扰。我告知一下详细地址。大家同事一场，你至于这么绝情，这么狠吗？至于。上次我心软，差点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这次重来，面对你们这种人，我绝对不会再有半点心软。周小月，请你原地不要随意走动。你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我不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想来和许言道歉，并没有故意骚扰他。警察同志，你们抓错人了，整件事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你们去抓刘强啊！请配合执法，不要抗拒传送。法律不会因求情更改处置标准，相关情况回到派出所再完整陈述。你如今承受的所有后果，都是当初一心算计他人换来的结局。不要拖延，上车配合调查，在外停留只会加重自身问题。许言，对不起。
请你在车内安静配合，违法就要承担相应责任。现在后悔也需要依法处理。终于彻底结束了。周小月，你临上车前回头的那一眼，是你迟来的后悔，但一切都晚了。从今往后，我的心声里再也不会有你的半点影子。请问王姐、张姐、小赵在吗？这里有你们3位的法院专议，是法院传票，麻烦本人拿身份证立刻过来签收一下。完了，彻底完了！许妍那个狠女人居然真的去法院起诉我们了。她不仅要我们全网公开道歉，还要我们每人赔偿她2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2万块！我一个月辛辛苦苦转正工资才多少啊？这样我不吃不喝攒大半年啊！我都说了，我那天根本就不想开口的，全都是跟着你们瞎起哄，我凭什么要掏这个钱啊？法庭还没开庭呢，我们还没输。这事儿可是发生在公司的调解室里，我们当时是为了帮公司洗清责任。这在法律上绝对属于职务行为，这笔2万块的赔偿金，公司必须替我们出。大家立刻停手，总部下达紧急人事通知。这段时间，有员工在网络发布不实言论，在民警调解过程中提供不实阐述，该行为严重损害企业声誉，多家合作客户终止合作。总部对此高度重视。王姐、张姐、小赵，这是你们的解除蓝金关系通知书。公司正式与3位解除劳动合同，因3位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存在违规行为。今日下班前完成工作交接，整理个人私人物品，离开办公区域。若对处理结果有异议，可走劳动仲裁维权。凭什么？这不公平！调解时我们也是为维护公司权益才发言，公司遇到问题就辞退我们，这样处理方式实在不近人情。我不能接受只辞退我们3人。当时刘哥也发表过不当言论，相关人员应当一同接受处理。刘哥此前在公司门口也发表过针对许妍的不当言论，同样有失妥当。为何仅处理我们3人？你不要随意歪曲事实，不要凭空捏造言论诬陷我。民警调解现场，我全程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工作人员均可作证，是你自身存在违规行为才收到辞退通知，不要强行拉扯他人承担责任。王总，您明察，我平时只是闲聊几句，绝对没有参与不实陈述这类违规行为。小刘，你以为刻意隐藏就能免于处理吗？公司门口全部监控录像我已经查阅完毕，对小刘做出全公司内部通报批评，岗位降级，扣除本年度全部年终绩效奖金。今后若再在办公场所挑起矛盾，出现不当言论，将会与3人一样解除劳动关系，有异议可走劳动仲裁申诉。我不服，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许妍害得我们3个丢了工作，还要赔钱，他反倒转头去对手公司当上总监，平步青云，凭什么？走，我们现在去他新公司当面问清楚。特意3个人结伴来这里找我，总算收到法院送来的诉讼材料了。许妍，我们共事整整好几年，朝夕相处，怎么也该有几分同感情分啊！你至于对我们赶尽杀绝吗？你现在混得这么好，2块对你就是买个包的钱。求你高抬贵手撤诉吧，我们真的赔不起啊！妍姐，当初说那些不当言论，我真的特别后悔，我全程都是被他们2人裹挟，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本意。现在跟我提起共事情谊，当初你们行事的时候怎么半点没顾念过？当初你们截2取聊天记录，断章取义散留言，一心把所有过错推到我身上，那时候怎么没想过同人情分？民警调解现场，你们刻意捏造不实陈述，污蔑我，妄图加重我的责任，你们半分情分都不曾留，如今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才带来的沉重后果。2万元赔偿金，我不会做出任何让步，这是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得的补偿。若是暂时启动正规例行求依法核查名下全部资产，你们可以提前了解相关后果。你步步紧逼，丝毫不留余地，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清楚。这位女士，请立刻停止肢体动作，公共写字楼区域禁止冲突拉扯，民事纠纷请通过调解中心合法处理。此处属于企业公共区域，不适合在此纠缠协商，请你们不要再前来打扰。现在开庭，待被告人刘强、周小月到庭。被告人刘强、周小月，公诉机关指控2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涉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进入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大人，我认罪，但整件事不是我主导，全部计划都是周小月策划，他盯上对方车辆，故意索要大额赔偿。你满口谎话，是你天天逼我上门索要200万赔偿。当初我身体难受想放弃，是你发消息逼我应承，不能所有错算在我头上。从前你就用同样手段索要赔偿。肃静。
法庭禁止互相争执谩骂，立刻平复情绪，再扰乱庭审秩序将加重处罚。真是可悲又可笑。危难来临只会互相出卖。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周小月进行最后陈述。许言，我不敢奢求你原谅。不配。全体起立。经审理查明，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钱财，作案手段恶劣，构成诈骗罪。现判决周小月有期徒刑3年，刘强2年6个月，全额退赔涉案赃款。我已知错，我不想坐牢。保持安静，跟随我们离场。一切终于全部结束，压在我心头的枷锁彻底消散。徐女士，二人获刑，你此刻是什么感受？请各位往后涌让，不要堵塞出入口通道。我心中大石落地，善良不该被道德绑架，一味退让只会纵容贪念恶人。若有人利用同情心谋利加害你，一定要拿起法律保护自己。姐，这边。来，干杯！庆祝周小美和刘强这对续敲诈的夫妻今日当庭接受法律治罚，为自己的贪心付出3年牢狱代价。更要庆祝我果敢聪慧的表姐彻底摆脱无端纠缠，依靠法律完成自我骤手。干杯！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一直全力帮我的你，要不是你积极对接科室，按正规流程调取留存档案复印件作为关键证据，这场维权之路不会走得这么顺利。那可不，当初对接资料时我全程紧绷，心里紧张的不停加速跳动。姐，你这几天没看手机，你都不知道现在网上到底有多热闹。网友说苍天有眼，恶有恶报，看二人当庭互相推卸责任，法律给出公正结果，实在解气。还有这条，许言条理清晰，维权果断，懂得依靠法律保护自己，是所有打工人学习的榜样。姐，你听到没？现在全网都认可你依靠法律勇敢维权的样子。外界的称赞和流量我都不在意，我只认可法律给出的公平结果。我只希望这件事能给所有人提个醒，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和道德绑架被活生生逼上绝路。当初嘴硬坚决不赔偿，到头来还不是被法院强制执行冻结账户，凑钱还款。这6万块赔偿金换你们丢工作毁名声的下场，实在太便宜你们了。许经理，天大的好消息，城南1000万级大项目我们彻底拿下了，对方老总特意打电话点名，必须由您本人亲自到场签单，您空降3个月直接打破集团10年最高业绩记录，辛苦你们了。您过奖了，多亏公司给予优质平台与资源，这里没有无谓的职场算计、小人内耗，我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全力冲刺业绩。许言，好久不见了，听说你现在在对家那边已经是高管销售总监了。王总，承蒙新老板看得起，运气好而已。你走之后，咱们原来那个公司被周小月和刘强那事儿闹得元气大伤，因为舆论影响太坏，几个1000万级的大客户全都取消了订单。上周集团高层开会，决定直接把我们这个分部给裁撤了。我这把年纪，房贷还没还完，现在也要拉下脸出去跟年轻人抢饭碗，重新找工作了。许言啊，想当初如果我能顶住高层的压力硬保下你，如果我当时没有顺着王姐他们的意思让你出去当替罪羊，是不是今天一切都会不一样？王总，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当初你们为了所谓的平息事端，选择了向流氓妥协，向恶人低头。既然当初选择了拿我当挡箭牌，那今天公司倒闭，你们失业，这就是必须承受的代价。姐，您的所有提车手续都已经全部办妥了。您看看这热烈的大红色，还有这顶配的内饰，这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战戳啊！在这儿祝您提车大吉，一路顺风，事业冲龙。谢谢，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那您先独自熟悉熟悉车子，我在上面休息区等您，随时招呼我。这刺眼的颜色，这熟悉的车型配置。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那对吃人的恶魔已经进监狱了，这只是一辆崭新的代步工具而已，跟上辈子的事情毫无关系。你安全了。不，
别过来！别想起来，许言，你清醒一点，那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大家看清楚，就是他驾驶不当，操作失误，害得我爱人身体受损，孩子也没能保住。他做错了事，却一点都不认错。对不起，我也没想会变成这样。好好的事情被办成这样，简直丢尽了我们老许家的脸。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们认识他。赶紧把他拉黑，断绝关系，免得被他这个人沾上一身腥。别怕，没事。是我不好，是我太莽撞了，是我连累了周夏。就是这个皮革的味道，就是这种方向盘的触感，这就是我上辈子所有苦难的开端。只要一握住这个方向盘，我就会想起父亲病倒的模样，想起那段家无停宁日的绝望日子。为什么我明明好心救人，为什么要逼得我家破人亡？如果能让我重来一次，该有多好！没有他，没有意外，我还活着。许言，你清醒一点，那些糟糕的过往早就彻底结束了。那些算计我、伤害我的人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先安稳又自由，重生一次，不是让我困在过去。我不仅要好好活着，还要活得精彩坦荡。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输。前路开阔，我可以重新开始了。很快就能到家，见到爸爸了。终于回来了。哟，妍妍回来了。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刚才那辆大红色的新车是你开的吧？是啊，刘叔刚提的。麻烦给我切半只烤鸭，挑最肥的，我爸就爱吃那口油润的。好嘞，你爸一早就在街坊完发语音，说你拿了销冠，骄傲的不行。喂，爸。闺女到哪儿了？排骨快出锅，路上开车慢一点。马上到楼下，我买了您爱吃的刘叔家烤鸭。又乱花钱，饭菜都做好了，赶紧上楼。发什么愣啊，丫头！到家门口了也不敲门，还要老头子我有心灵感应，专门出来接你，是不是？爸！哎呦，这是怎么了？多大的人了还撒娇？是不是工作太累受委屈了？谁欺负你了？跟爸说，爸找他算账去。没有，真的没人能欺负我，我就是太想您了。傻丫头，爸不就在这儿好好的吗？快去洗手，准备吃饭。爸，您做的饭菜闻着也太香了。爸，您做的饭真好吃，这辈子能天天吃到您亲手做的饭，就是我最大的福气。喜欢就多吃点，看你最近工作忙的，脸都瘦尖了，爸身体硬朗着呢。别说现在，就是再给你做30年的饭都没问题。这一生，我终于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善良应该自带锋芒，人生绝不该成为别人算计的盗版。前方的路一望无际。